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。那今天开箱的是 Meshroom D 这一款机壳，就是 Meshroom S 的直插版本，两者连说明书都长得一模一样。那其实它跟以前的 Meshlicious 也差不了太多，两者多了一个 I/O USB Type A， 然后再把开关移到后面。后来发表一些配件，一个外挂的360水冷支架跟加高脚垫。虽然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要给谁，但 Meshroom 本体它依旧是一个散热足够良好的15公升机壳，省下延长线直插的架构，也因此支持9公分塔扇与 NATS 主板，当然也可以装上 Epic 主机板来数框框。Meshroom D 是横躺传统配置，但如果你想要垂直摆放，也完全不是问题。螺丝孔都有保留，所以之前那个门档完全可以再当做脚垫使用。装好外观如下：脚架高度是50mm，加上本身显卡端有内层，线材弯曲的空间还算足够。原本侧置水冷支架在空冷散热器的配置下，还可以安装一个12公分的风扇。前置风扇支架直立后会变成顶置风扇，整体风道依靠2颗120mm的风扇排气。CPU 功能也跟着外侧进气。双烤维持噪音40分贝 ，GPU 与 CPU 都控制在80度以下。真要说哪点不喜欢，那就是它的网孔全开，底部的一个 PVC 滤网一压就沉进去。开关原本相当奇怪的位置在后侧，直立后就变成隐藏式向下的开关，现在直立用也还算习惯。那到底怎样的需求适合这款机壳？扣除掉外观的主观因素，散热的部分9公分塔扇一直都不是市场主力。如果要变成标准的12公分双塔加宽，又会有将近20公升的体积。若要使用水冷为散热方案，也会导致显卡所有的废热都被水冷吸进去。相比 A4 背靠背还有一半的空间不会吃到显卡尾气，直插的优势也就只剩下 ATS 电源的相容性跟延长线的价格考量。最后分享一下游戏画面，现在用的这一颗7642只是一颗 Zen 4架构的 CPU， 最高单核心时脉只有 3.3 GHz， 单核心的效能只有当今13代的一半。不过在一些优化比较好的游戏，还是可以体会到 4K 破百 FPS 的体验。平时在渲染忙里偷闲还算是可以胜任，但至于那些吃单核心的游戏，那就谢谢再联络了。以上是这一期15公升48核心的工作站搭建，但不知道大家对于这种直插的机壳有什么看法？那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